哎，选我吧。你想看野的，我让你看更野的。没看过小胖老师做菜。四兄弟对决啊！大家都是为了赢来的。我觉得这个碾压了，这怎么输啊？这如果是赢，说不过去。说不过去。哇，怎么会有香水在我的嘴里？好香！哇，这个虫好大颗啊！确定能吃哈？3道都不好吃，喝一口那鱼汤的时候是叭 KO 了，什么意思啊？这太夸张了，怎么拼的？各位厨师，欢迎回到1v1单挑生存战。接下来，你们将从面前的12个食材箱中选择一种食材作为对决的主食材。我们根据烹饪的难度分为简单、中等、困难3个不同的等级，来看看他们的真实面目吧。芋头、螃蟹，那个是不是菱角？有玫瑰花，牛舌，有鱼，黄鱼。这是一只鸡，对不对？这个是什么？那我也看不懂。鹅蛋是不是？鸵鸟蛋。这是什么？青蛙。新厨们，你们暂时对食材一无所知，但别急，接下来自会知晓。我是来自云南普洱景迈山的傣族野生厨娘。他选择的食材是豆丹。哇！我要拿这个东西来挑战一下。老北京食神选择食材羊河。羊河到底是什么啊？羊河就是这个东西，可以直接吃的吗？它这个味道你试试，直接可以吃的。羊河你吃过吗？没有，但是好香啊，有点特殊的一个味道。香，对。啊？咋了？这能接受吗？不是，因为它闻的味道是香的，所以我以为是香的，它是有点带苦。闻起来是香香的，但吃起来是有点带苦，是不是？是不是这个表情？我没有骗你吧？突然一阵苦，让往你这样喷出来。这可以生吃的吗？可以。老师，那你这个羊河你是要做什么样子的菜呢？就这次料理是什么？就是那个空气春卷，羊河里面有一个独特的味道，我去用这种盐呀撒一下子，给它这个香味啊简化一点。我给它用了一个内蒙的土豆，比较粗沙。这个菜我炒完之后了，土豆一拌，再加上火腿、鲜虾仁，给它融合在里面，这个味道立马它就是变化了。我这个春卷呢，炸出来之后，它就是一层皮，吃起来的口感，羊河它是滑嫩香，它能吃到那个酱的鲜味，皮的脆感。哎，太棒了，期待，加油啊！谢谢。这个欧鸡哥，因为他之前是做很传统的那种粤菜的，但我看他这一次跟上一场好像有点不太一样。这次就比较反粤菜的一个烹调。其实创作这道菜，我想的就是在烹调中回归到最本吧。羊河呢本身的那种酸涩味是比较重，然后我在焯水的时候要加一点点盐，把它的酸涩味把它去掉，让它跟海鲜最亲味的一些东西混搭。最直接的烹调，火直接加热食材。最简单的调味料就是盐跟火的一个结合，保留它自己原有的一个味道。那个什么东西啊？这个啊，羊姜的脆片。哦，炸过的吗？对，很简单，就让我的烹调全部都是用盐去完成的，没有任何的添加物。这边就是简单的食材，感觉是简单的烹饪的感觉。小胖好淡定哦。小胖包碾压的。Hello， 你好，老师。您好，因为羊河特别吃油，所以我们一定要用肥的肉来炒。好香啊！天哪！配上回锅肉以外呢，用羊河提纯的原液来焖饭，所以这雪白的米饭这锅打开的时候呢，就会有羊河的香气。它这个肯定很好吃的啊！它萃取的汁用这个汁去焖饭，然后它再爆炒一个，
既用了洋河的原型，又用了洋河的提纯液，所以我们叫双生洋。哎呦，搞全套了呀！给你视觉、味觉、嗅觉全方面碾压。欧记你在干嘛？先喝个茶是不是？老饕啊！哇，先把茶喝起来了。他已经快好了。其实自己一个人在做菜是蛮享受的。摆盘了，摆盘了。然后摆个漂漂亮亮的碟。给他们点压力啊！现场还有18分钟啊！我开油了啊！小胖也跑起来了。没事，他的装饰花都好了呢，要啥有啥。小胖这个可以的。 15分钟倒计时。我感觉这个皮有点不太好了。怎么样？炸坏了吗？不行，这个春卷皮不行，太后面的了。买的这个春卷皮啊，太干了，太干了之后呢，觉得回软下去呢，可能要费点劲。不是，这是节目效果还是什么？挑战大厨的名菜。 这个炸失败的太厉害了，你为什么不问我呢？我真不是傻，我都愣在那儿了，我都不知道说点什么。真是原创派，孙子撒谎，甭管谁都不敢废话。我有17年朋友圈了，一炸一次的，我只要这空气这把。清评委们品尝菜品，打开喽，看一下喽，开喽！哇，回锅肉！ 哇，白米饭！第一把就是回锅肉，这个有点开心了。洋河这个食材，它的气味比较特殊啊，口感也比较特殊。洋河的木质香调，配上那一锅否饭，你会觉得非常的搭。这个应该就是洋河，对，这是洋河。先吃个洋河看看。它是除了回锅肉之外，应该是还有葱，葱之外就是洋河。我特意把这3个一起夹起来吃。 这一混搭，哇！你反而觉得综合了洋河本来有的那个苦味变得很有力量。他用了洋河的汁液去蒸的米饭，哇，真的绝。跟刚刚吃起来完全不一样。对。我吃到好吃的东西，我会不自觉的身上会有一些肢体语言，会表达的会比较多一些。可以。可以。 对吧？这个是洋河，这个是呀。没办法，你煮的不错。那水是什么水？啊？洋河呀，洋河提纯啊。洋河提纯，那是里面的味道大不大？那必须大啊，嘎嘎香。 哦哇，有点像那个白色奶茶一样，就是它是有味道的，但是它又是没有颜色。清评委们品尝第2道菜品。我是根据中餐的手法改变了一些外观的一种西餐的形式，但是里面的味道还是那小时候的味道。哇，这个酥脆的声音。 它吃的肯定口感各方面还行，这次真的这个春卷皮不行。完全尝不到一点这个花的这个叶的味道哎。洋河的味道没了，就是完全融在里面。谢谢。可以先喝咖啡吗？这是洋河咖啡吗？不是，洋河油柑。其实创作这道菜，我想的就是突出它的本味吧，利用贵州的一个酸汤
跟它去做一个融合，跟海鲜最亲味的一些东西混搭，保留它自己原有的一个味道。还有油干加羊河，做一个利口汤，酸后带干。我要回味3个味道。第一道菜，它那个米饭蒸得非常好。对，我觉得这个是没有羊河的味道，吃起来是整体好吃。这个呢，挺好吃的，它的干贝跟羊河融在一起吃下去，就很鲜，所以这个很难评。目前看下来，这个不错哎，就最后一个，我再考虑。这个也不错，2个差不多。请评委做出自己的选择。就是听说之前你的餐厅啊，就是好像这个心掉了一颗，是不是？不是掉了1颗，掉了2颗。掉2颗啊？对。那这个你有什么？为什么在节目里会问我这么毒辣的问题1比0，获得2票同时晋级的是。他用了羊河的汁液去蒸的米饭，哇，真的绝！羊河的味道没了，就是完全融在里面，很鲜。很新鲜的鲜。张志成，谢谢。获得1票的是老北京食神。其实这一组是一个死亡之组，就是3位1比1很难。因为我是做素的嘛，也选了芋头。芋头它的特性就是一定是粉糯的，一定要给它做到入味、糯、香，才是选择了天妇罗炸跟菌菇去结合嘛。其实这个菜它最早是根据北方的炸茄盒改良版的过来，它有它本身的自带的一个香味，就看你在如何一个状态下去烹饪。我的所有套餐，它就像一段恋爱史一样。我们刚开始你2个人交往嘛，交往你必须得用色一下嘛，你情我愿的，大概再试探一下，到中间了，就是2个人已经定型了。最高潮版的时候，哎，2个人热恋了。差不多了，该亲密了嘛。给情绪价值，同时一定要有温度，好吃。炸的一般会比较油腻一些，我旁边配了一个甜品，桃胶跟芋头的结合，甜嘛，2人一直走到底嘛。苏建天菜呢，它素食的烹饪手法是跟我们这些传统的中式料理有不一样。在做素食料理应该是比较能突出芋头风味。苏圈天菜会赢的，它对蔬菜了如指掌。对面那个师傅做什么？做鱼啊。芋头跟鱼我真没搭配过。我觉得有信心跟他比呢。第一个是我本身小时候就喜欢吃芋头，第二个川菜历来就是把普通的食材做不普通。拿到芋头的话，第一要突出芋头的糯香，炸制这个芋块，让它的这个包裹性、这个芋香味呢更浓郁，加上鱼。酸菜鱼嘛，酸味、油脂让它的肉更加的延绵。慢慢熬，熬个10分钟，我们把芋块放到5汤汁里面去，小火熬，有点粘性。拿出这一款菜的设计之后，我的口水都流出来了。这包好吃的呀，这怎么说啊？妈，那放2台什么玩意儿？啊，蒸馏鱼。旋转蒸发仪哈，这个其实提纯效果特别好，提花香啊这些东西都特别可靠。它就是通过这个负压，越冷却那样越还原度高。这徐老师号称化学级的教授。他那个芋头为啥会用到蒸馏鱼呢？酸菜鱼吃完之后呢，总觉得嘴里面会少一些东西。我用旋蒸仪去提取茉莉花茶的清香，做一个甜品，让口味有起伏。老师您好，你好，这是什么？这个是我们的低温旋蒸仪，提那个水溶性的香薰物质。哦，所以这就是您萃取出来的。哦，对，我来喷一下里面，10分钟它就会消失。啊，10分钟就会消失。对。哇呀，我喜欢这个味道。是吧？哇，茉莉花香。还有一个很神奇的豆瓣香水。对，手背。对。豆瓣。哦。对，啊，只有豆瓣提神香水，
感觉闻起来很好吃。对，就是酱香那种。真的豆瓣酱的那个味儿。真的。是，所以这个也是用这个机子来提纯的。好。对。人类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样的菜，一定要借助现在的能量，现在的这些个仪器，我觉得能做出更好、是的、更美的美味来。是，就是因为之前我跟老外在做一个联名的时候呢，老外说这川菜呢很好吃，但是上不了大雅之堂。而同时的话，那一场对决之后呢，我就发个狠，我说我一定要开个餐厅，给你们看一看。于是我就做了一些低温料理、萃取，还有酱汁乳化。因为传统在传承的时候还是需要创新，是的，用科技赋能。是的，相声也是传统的相声，我们现在新编的相声和新写的这些相声，一定要随着社会发展的脚步去更新它。是的，是的，一个道理。他们不光是老师傅，年轻人会玩的这些东西，他们都可以。它对于湘粤的料理也有无限的可能。我做菜的理念呢，是用科学来解构我们的经典菜品，重新演绎我们的创新菜。这大师做的东西，这他手拿把切的东西啊。我们的川菜呢，它是内陆文化，它也是开放的。我想让我们所有的在场的人能感知到我们的风味。这种大型比赛，不管是谁，不管有多大的噱头，它跟人物没有关系，它只是跟菜、根据食材、根据时令、根据传统技艺。没有结果之前，大家都是一匹黑马哇！加油！棒棒棒！加油！加油！我们一致看好徐老师。没有输的可能啊。那我觉得输的里面大一点。芋头，你说搭配鱼就有点，我自己第一次。对面老师是配搭了一个东星斑，很容易就会将芋头变成一个很配角的这样的角色。如果这是一个以芋头为主角的比赛，做素食料理应该是比较好的。请黑衣人传菜。你这个一定零哈。请评委品尝第一道菜。他用了5种香菇做馅心，甜品口味偏酸，但后味很细腻。什么感觉？你说。有香菇，就有一种咸肉月饼的好像酸梅粉，酸酸的一种皱眉头。第一道菜品尝完毕，请换第二道。这个芋头也是能够吃出一个酸汤的一个味道，口感很清鲜，没问题的，徐师傅。哎，没有啊，你也是，你也是，彼此彼此。好吃啊！好吃，一直在吃。哇，这感觉刚从泰国回来的感觉，一模一样。哇，芋泥的甜品。真好吃，怎么可以这么好吃？你知道这风锅太好吃了，一个大拇指不够，我小拇指也伸起来给他了。哦，手炒，那挺费劲的。来了，他用手跟液氮去炒这个冰激凌，哦，很这纯手工。液氮倒多倒少，搅得快慢会影响冰激凌的口感，有这种颗粒感，口感会变得非常差。但是它的东西出来以后，我觉得是没什么问题的。专业就是专业，这个有些功夫不是1天2天练成的。黄师傅挺厉害的。哎，他还没开蛋吗？还没呀。
吃啊，什么意思啊？吃啊。因为鸵鸟蛋它很腥，那我想用鲜的东西盖住腥味儿，做了一个咸味儿的鸵鸟炖蛋。虽然我是被复活的，但这不代表我比别人差。这次我要为自己证明。这个熬虾汤，这个虾进去是对的，蒸完了之后就会鲜。对。因为这道菜更表现的是一个鲜味和鸵鸟的一生，所以我把鸵鸟蛋锯开了做的那个器皿。然后我发现鸵鸟吃玉米经常，然后我把完整的玉米的粒儿放在里面，把玉米的皮保留下来，相当于它吃掉了，然后在这个蛋里面孵化出来，把鸵鸟的一生都表达在里面了。最后用烤箱把鸡蛋液加热，就大功告成了。它的鸡蛋生的，没蒸熟。哪里会熟？生的？你去看。熟了。没熟，你去看，中间水来的。真的没熟。怎么会呢？对，你看现在又把这要蒸，马上再蒸过。后面那两个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上气儿，没有蒸到那两个。因为万能蒸好像是热风循环，蒸锅是蒸汽循环。对，热风循环蒸这个蛋特别不好蒸。战旭，要加水烤一下啊！万能蒸好像弄不熟啊。把锡纸要拿来呀，都不相信啊！我这，我能骗人吗？我没懂啊！我这，那主要是没时间了。它这个蛋至少蒸25分钟。紧张了一下吧，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天时地利人和，不行那可能确实是有些问题，行了就行了。好漂亮啊！哦，这两个可能有的拼哦，有的拼哦，就是都是视觉上看起来都还对，都是有的。啊，好想吃！哦，还有小纸条。敲开我的甜蜜的，我有甜蜜惊喜。用力点，还是比较温柔，大力点。巧克力，哦，怎么了？这是可以直接吃的意思哦。可以啊，巧克力。哦，这就是甜点的。哇，哎，我第一次吃到这样的甜品哎。它是甜甜咸咸的哈，好吃哎。哎，怎么还会有那种火腿还是什么的那个味道，在这个冰淇淋上面？甜甜咸甜的，哇，这还挺厉害的。小月月都吃嗨了，他是不是喜欢吃我的冰淇淋啊？我还有他吃的好高兴。对，打分吧，打分吧，赢了，这个赢了。真的觉得是目前吃过最好吃的甜点，甜咸全能王今天应该可能过不了喽。是巧克力吧？巧克力做了有点厚。请评委品尝第二道菜。这道菜更表现的是一个鲜味儿。啊，哎，味道好浓郁，是不是？哎，哦，哎。请两间评审间的评委进行投票。现在票数统计完毕，本组选择的评委是。我都可以，我都可以。那我们专业吧，专业吧。好吃好，很好。甜咸圈的王，就是你觉得这一道菜好，还是上一道菜好？
其实我觉得就是这2道菜它都有自己的一个优势吧，因为这道菜更表现的是一个鲜味和这个把蛋的这个一生都表达在里面了。汤的话呢，其实有一些就是半流体的状态的话，其实是因为有蛋清有蛋黄，模仿了它这个在里面孵化的一个过程。我从英国过来的，英国呢我们有一个 English breakfast 是英式早餐。所以我就用英式早餐为主题，然后通过创新的方式来呈现传统的甜品。现在我们宣布这一轮的结果。本组1v1单挑生存战结果是：我对我的作品有信心。一场硬仗。2比0。晋级的选手是甜咸全能王。谢。那么为什么不给你这一道菜呢？因为你这个蛋壳是巧克力做的，可能做的比较结实，所以我们在敲击的时候，非常难把它破开，给食用的人带来了很大的不方便。巧克力做的有点厚。我之前有做过薄的蛋壳，但是现场的温度很高，一下子就化了，那没办法，那我只能做它厚一点点。蛋壳是一个问题，但是里面敲开来以后，我觉得就是那个培根加面包加番茄酱，再加上你的冰淇淋，其实我觉得这个4样东西各自为政的那种感觉，是相互抢味的。为什么要给你这个菜过？你把鸵鸟蛋的本味表达得很好，鸵鸟蛋和这个鲜味也表达得很好。这个蛋羹在蒸的时候火候掌握的也会很好，就是它比较丝滑，我可以感觉到所有的层次很好。哇！我刚才话说早了，这个还有后劲。对，好浓郁啊！吃到嘴里了之后，然后还变味儿了。哇，网友们真的有点对不住了啊！这个真的，哇！不要哭。真的，一开始真的平平无奇，我真的觉得输定了。过1秒2秒，啪，那个东西酱汁的味道一上来之后，这个可能今天难停了。要补充一点，你这个里面加了马蹄是吧？这个马蹄加的也是一个亮点，丝滑的、嫩滑的，突然有一个马蹄的这种感觉，它会反而有层次感。甜咸全能王，这次要表扬你一下，比上次有进步。谢谢，这回我笑了。被夸当然很高兴，老师们完全的从我这个菜里了解到了我想表达的内容，这个是对我来说比较重要的一个事儿。太棒了！哇！棒！其实我还是蛮看好我们咸甜全能王。我当时其实很紧张，我想我们不会被打团灭吧？然后看到他出来，我们素厨确实是长舒了一口气，也给我们助厨队伍给了很大的鼓励。加油！我不服，老师吃不懂我的菜，我不服啊！啊？什么意思啊？这太夸张了啊！这太夸张了，夸张，太夸张了，这个太夸张，不行，要抗议，这个太夸张了，怎么拼呢？不要给你们丢脸了。我现在很不服，你知道吗？如果还有机会，我必定把他们打趴。我不会后悔这个决定。如果再选一次，我还是选择专业。我一定会用我的菜打动老师。宁波小资对战这个法国米其林大魔王哦。Et j'utilisais les chairs de toutes les petites pâtes pour faire un gâteau. J'utilisais la chair des pinces pour faire un petit gâteau en croquettes. J'utilisais les œufs des crabes femelles
pour faire une mayonnaise avec la sauce soja. Et ensuite, j'ai fait un condiment sauce avec la sauce soja et tout le reste des crabes, toutes les pâtes, toutes les carcasses. 做一道宁波海鲜面概念的料理。海鲜面的部分呢，我会把酱油用在腌制丝瓜，用在制作蟹壳高汤里面，用鱿鱼和丝瓜代替面。小吃的部分，用中式的脆糊去裹着蟹肉、紫苏叶、昆布炸制，搭配一个薄盐生抽的手动的蛋黄酱。西方文化对战东方文化。2位厨师选择的是行业评委。结果是2比0，获胜的是江南 Style。也把蟹的主体表现得很突出。我能感受到它是具有宁波风味的一道菜，就是酱汁也刚刚好，能够把蟹提得更鲜。这个蛋黄酱我是用薄盐生抽搭配无菌蛋还有柠檬汁去制作的，薄盐生抽的鲜味非常的足，用它制作出来的酱料搭配海鲜，像蟹这种可以把蟹的鲜味凸显出来，它的肉同时会有一些回甜。第6组对决，120分钟，计时开始。加油！做肠子，阿健，加油！加油！加油！他们真是太勇敢了，能选这样的食材。毛新老师查了一下他的资料，才知道他也是个很厉害的一个厨师，他在国外很火。广州泰安门开业3个月就拿到了米其林2星，是个非常厉害的餐厅。而毛新是现在广州泰安门的主厨。毛新老师非常厉害，在加拿大的那个厨艺竞技综艺 Top Chef 里面出场过的唯一的一位中国籍的厨师。我毕竟做西餐的嘛，当时也确实是有点小冲动。你用过这个吗？用过。它是什么东西啊？它是一种蔬菜虫。您之前有用豆丹做过菜吗？没有，从来没见过这个豆丹。而且我对虫子本身也不是特别，就是这种虫子软体动物，也是有点那个，就是那种起鸡皮疙瘩的感觉。我非常抗拒去摸这个东西，我有生理抵抗，很长时间去适应这个虫子的给我的这种刺激。那个爆浆的吧，那个，我跟你讲，我拿到这个食材，我直接吓死。摸一下我都浑身难受。看我都难受，不要让我摸。哇，云南人这不一样，徒手，够生猛哈。那傣族的姑娘也很利落。作为傣族这样的，特别会用这样的东西去做料理。我们云南是有一个虫宴，它各种会拿来包烧，会拿来煮。这是我们要吃的。对。那它要像这样子，它要怎么料理才能入菜呢？入菜它就吃它最新鲜的味，我们就吃它这一点点。豆丹是江苏的特产，我是江苏的，他特地给我打电话问我这江苏特产怎么吃。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对。这豆丹了嘛，这皮啊特别硬。所以在江苏吃这个，一定是把这个皮擀了，拿里面的肉，然后还有汁儿，来做煎鸡蛋，来做丝瓜汤。它难度还是有的，非常有难度，反正一般人不敢吃。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是可吃，但是你可能不习惯吃，或者你没吃过，你就会有很大的抗拒感，你不知道你要怎么开你的嘴、开口去吃这个东西。它豆丹本身就腥味是有点重的，它比我们云南的什么竹虫、蜂蛹腥味要重的很多。然后我就在想，我能不能结合当地的一些烹饪手法，所以我就用那个竹子来烹饪这个食材，加上了一点我们当地的松茸，加一点生姜、一点猪油，熬了一个汤。上面也是塞了一点我们的松针，带有一点去腥的作用。用我们的煮蜂蛹的方式，用火烤，它烤出那个竹香味。我已经闻到了。好想喝一口它的竹筒汤，一定是我没有喝过的味道。
第二道菜呢是我们的酥虫蛋饼，但是它里面的食材把肉换成了这个豆丹，开始有香气了吧？野生厨娘，她的一个烹饪的一个经验还是蛮丰富。我觉得挑战一下吧，我可能会用一些西餐的方式呈现，从它的肉到它的皮，整个把它运用到，看看能做出什么样的东西。报道了，加油啊！炸了对吧？炸了是吧？报道了，滴血。西餐处理这个东西还是有一些困难。我炸了几个试了试，然后我用火腿和干巴菌加在虫子壳中间提鲜，丰富口感。哇，这么香，干巴菌的香味出来了。然后再做了一个虫子蒸蛋，蒸蛋的同时还能吃到这个肉。我把虫皮磨成粉，加进汤里补充膳食纤维，效果可能会比较意想不到。也是中式跟西式的 PK 啊。宝信老师虽然很擅长西餐，但这次我有绝对的信心，我更擅长料理虫子。地道的口味和虫子的结合，这一次我让他们知道什么是高手在民间。就是它只是提供了鲜味，没有什么特点。我希望让评审吃到完全不同的食物，颠覆对虫子的想象。你能看到它，但是你又不觉得好像我在吃一个虫子，会挺有意思的。加油！有！ We can discuss which one is winning. Who Chef wins? Mao or the lady? Lady. You think the lady? 我觉得傣族的姑娘会有看头啊。口味上来说，肯定是我感觉对面会更加的香一点。虫子蒸蛋能比虫子煮桶饭还好吃吗？请选择你们的评审间。你选什么？我想选大众。我想选行业。经评委品尝第一道菜品。哇，这个虫好大颗啊！哦，这是它的皮肤，它的壳。我将虫子皮烘干油炸，然后中间我酿的是干巴菌，加了一点黑醋和这个波特酒熬的汁，给它一个酸性的口感，提鲜。它里面有包东西，对不对？它里面有包东西。对。一口闷，感情深。他们怎么让这个豆丹变成一个大家不抗拒，同时会觉得好吃的一个料理？这个可能需要一点大功夫。我第一口下去还没有咀嚼的时候，那个味道就已经在我嘴里面散发了。它的味道是非常丰富的，而且是我非常喜欢的重口味的。哦，哦，蒸蛋啊！做了一个虫子蒸蛋，它味道非常的鲜。如果处理不好，或者是你的这些概念没有被评委接受，那可能你就会输啊。哦，他还给了一个甜点。甜点。用那个豆丹做的甜点吗？它的皮肤吧。哇！豆丹做的一个是什么酥啊？不说。现在流行这种超级食材啊，这个很好，这个可以又脆又香。经评委品尝第二道菜品。他一口汤喝下去就皱起眉头，我就在想，我是不是差了一点味道？一口下去，竹子的鲜甜味充满口腔，虫子肉也很嫩，很好吃。第二道菜呢，炸了我们的一个酥虫蛋饼。
选择第一道菜，请按1号键；选择第2道菜，请按2号键。票数统计完毕，现在宣布，行业评委的评判结果是2比0，获胜的是毛心。专业有专业的评审的角度，他可能在技术或者是在理念上可能会理解你更多一点嘛。把它做好的，全国性的厨师都能把它做好的并不多。但是他们并不是你们选择的。他不是我们选的。哦，我想选大众。我想选行业。你想大众？对。大众呗。好吧。大众。如果是选专业，不就过了吗？有点担心，就是大众会把票投给他。好，厨师先稍微介绍一下你们的菜品。对。我这个比较简单，就是纯粹的炫技啊。这是我第一次用这个虫子，我特别害怕软体动物，我非常抗拒去摸这个东西。我用了很长时间去适应这个虫子给我的这种刺激。我是来自云南普洱的傣族野生厨娘，我不是那些有级别的厨师是吧？不是什么黑麒麟啊，什么各种那些我也不知道，所以我就想着以我们本地的做法来把这道菜展现出来，就全都是雨季时令的一个辅材吧，展现了民族的原风原味吧，可以这样说。其实就像刚刚跟你们讲的一样，在吃的时候就可以感觉出一个是比较想要保持它的原有的一些风味在里面，所以这有点像是原味加调完味的一个撞击这样子。那我个人的话，我现在要说为什么吗？不说，不好意思啊。老死。要不我走。好吧。给我心都提到嗓子眼了。那我们来公布这一组的结果。本组单挑生存战，结果是：我已经拿出了我最擅长的料理手法，我有信心打动评审。表达和创意是最重要的事情，尝试之后就没有遗憾，无论结果如何，我都不会后悔。结果是2比1，获胜的是毛心，成功晋级。太好了！太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选它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也说到口味重，所以它加那个醋嘛。我吃第一口我就开始跳舞了，是好吃的意思。但是我又不敢，我就只能在上面这样晃，我就觉得很好吃。第一个是会让我有那个惊奇，是居然可以这样子做，就是然后它里面有很多。我感觉还有很多不一样的调料跟味道，内容物对，然后你吃到它那个算是它的壳的时候，又脆脆的，脆脆的，还蛮特别的一个方式。他把这个豆干放在茶碗蒸里面之后，你吃起来就像在吃茶碗蒸一样，你没有感觉说你现在在吃一个虫子或者什么。恭喜，获胜的是星厨毛心。毛心问我这东西是江苏的，你知道怎么做吗？我说我不敢吃，但这次他做的这个方式是确实颠覆了我的想象。他对食材到手的理解，还有他对烹饪的一些，其实他有他自己的见解，呈现出来以后，其实蛮丰富的。所以这个就是他的想象力。我们需要有一些表达嘛，我们的想法和我们的对这个菜的设计的一些理念嘛。他什么都不懂的虫，他也可以做到这样，我觉得我应该更多的去学习。